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，是关于一位来自广州的清华女学霸易容。她到台湾探望远嫁的姐姐，结果发现了让她震惊的事情。易容是我们广州本地的一枝花，不仅人长得漂亮，还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。在抖音上有几百万粉丝，经常分享自己的生活日常。她的姐姐早些年嫁到了台湾，这次趁着假期，易容决定去台湾看看姐姐。姐，你在台湾过得好吗？老公对你好不好啊？易容一见到姐姐就关切地问道。妹妹，你放心啦，雄伟对我很好，虽然我们住的不是豪宅，但是生活很幸福哦。姐姐笑着回答。易容打量着姐姐家的房子，确实不算大，但是收拾得很温馨。姐夫雄伟是个很随和的人，在一家科技公司上班。虽然工资不算特别高，但是生活过得有滋有味。哎，妹妹，我带你去夜市逛逛啦！姐姐兴奋地说，台湾的夜市可好玩了。来到夜市，易容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虽然摊位不算豪华，但是人声鼎沸，烟火气十足。最让她震惊的是，竟然看到很多开着豪车的人也在排队买路边摊。那个开保时捷的大叔居然在排队买50元新台币的卤味。易容惊讶地说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啦，在台湾大家都很朴实的，有钱人也喜欢吃路边摊，不会特别去炫富啦。姐夫雄伟解释道。易容若有所思，在内地开豪车的人很少会去路边摊，都喜欢去高档餐厅，但在这里似乎没有人在意这些表面的东西。接下来几天，姐姐带着易容到处逛，他们去了诚品书店，易容发现很多人坐在地上看书。去菜市场，看到阿婆们讨价还价，去便利店，感受到店员的亲切服务。慢慢的，易容发现台湾社会有很多让她感动的地方，比如公交车上，每个人都会主动给老人让座，马路上，司机会主动让行人，便利店里找错的零钱都会马上送来道歉。在台湾的日子里，易容发现了很多与大陆不一样的生活细节。有一天下午，姐姐带她去逛百货公司。哇，这里的柜姐态度也太好了吧，完全不会给人压力哎。易容感叹道。在广州的奢侈品店，导购总是一直跟着顾客转，让人感觉不自在。但在这里完全不会有这种感觉。对啊，这边的服务业都很注重人情味啦。姐姐笑着说，就算你只是去看看不买，他们也会很热情地介绍。逛街时，易容注意到一个细节，这里的人很少带名牌包，穿着也都很朴素。就连她看到的富二代也都是骑机车，穿着简单的 T 恤牛仔裤。姐，我发现这边的人好像不太在意穿着打扮，易容问道。是啊，台湾人比较重视生活品质，不会太在意外在形象啦。姐姐解释说，像我同事的老板开的是二手车，但是每个月都会带员工出去吃饭，过节还会给大家包红包。这让易容想起在广州的朋友圈，几乎每天都有人在晒新买的奢侈品、豪车。但在这里，人们似乎更在意的是生活的舒适度和人际关系的温度。那天晚上，姐夫雄伟下班回来，带着一包水果。来，尝尝看，这是我同事家种的番石榴，很甜的。雄伟笑着说。哎，你们同事还会自己种水果哦？易容好奇地问。对呀，台湾很多人都有这个兴趣啦。雄伟说，我们公司的董事长也很爱种水果，常常会带一些来分给大家。易容又惊又喜，这在内地简直无法想象。他记得在广州见老板要提前预约，还要准备名贵礼物。但在这里，老板和员工的关系竟然这么平等，这么亲切。周末时，姐姐带易容去参加了一个社区活动。小区里的住户聚在一起办烤肉派对，大家带着自己做的菜来分享。这位是我们楼上的林奶奶，她做的凤梨酥可好吃了。姐姐介绍道。妹妹来台湾玩啊，来，这是阿嬷特地做的，你尝尝看。林奶奶热情地递过来一盒点心，易容被这种温暖的邻里关系深深打动。在广州的小区，邻居之间连打招呼都很少，更别说一起聚会了。姐，我觉得你们这边的生活真的很棒。易容感叹道，虽然物质上可能没有广州那么丰富，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好温暖。说到这里，大家是不是很好奇易容后来怎么样了呢？
其实，在台湾的每一天都让她有新的感悟。有一天，姐姐带着易容去台北市区办事，在地铁站里，易容看到一位穿着朴素的老爷爷在整理垃圾桶。那位老伯伯看起来好慈祥啊。易容说：哎，他是我们这个地铁站的站长啦。姐姐说道：啊，站长？易容惊讶的下巴都要掉下来了。可是他看起来这么朴素，而且还在整理垃圾桶哎。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台湾的主管都是这样啦，不会摆架子的。姐姐笑着解释，就像我们公司的经理，每天都是骑机车上班，遇到公司走廊有垃圾也会自己捡起来。这让易容想起在广州，部门经理出门都要配司机，见了员工都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。两相对比之下，她更喜欢台湾这种平等的氛围。正说着，易容突然被人撞了一下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一个温柔的男声响起。易容抬头一看，是个戴着眼镜的帅气男生。没关系啦，易容笑着说。我请你喝杯手摇茶赔罪好了，男生不好意思地说。就这样，易容认识了雄伟的表弟阿冠。阿冠在新竹科学园区工作，是个软件工程师。虽然月薪不算很高，但是生活过得很充实。你们这边的工程师好像都不会炫耀收入耶。闲聊时，易容说出了自己的感受，赚钱不就是为了过更好的生活吗？阿冠笑着说，我们更在意的是能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能不能照顾好身边的人。阿冠的朴实和真诚打动了易容。两个人常常一起去夜市吃小吃，去诚品书店看书，或者就只是漫步在台北的小巷子里。你看，这家面包店的老板娘人超好的。阿冠指着一家小店说，他家的面包卖完了都会送给附近的独居老人。慢慢的，易容发现自己爱上了台湾这种处处充满人情味的生活。在这里，她不用刻意打扮自己，不用担心被人用物质条件来评判。其实啊，台湾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这种自在和真诚。阿冠说，你看那些开豪车的人也会去路边摊吃卤肉饭，住豪宅的人也会骑单车去买菜。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间易容在台湾已经待了半个月了。这天晚上，他和阿冠坐在淡水河边的长椅上看夕阳，你知道吗？刚来的时候我还觉得台湾怎么这么土里土气的。易容笑着说，现在却觉得这里的生活真的很有味道。是哦，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？阿冠好奇地问。比如说啊，我发现你们这边的人都很爱惜东西。易容说，像我姐夫家的沙发用了10年还是那么新，家具坏了都是修一修继续用，不会像我们那边动不动就换新的，这是我们从小的教育啦。阿冠解释说，我阿嬷常说省吃俭用不是因为穷，而是要惜福。易容深有感触。在广州，他的朋友们总是追求最新最贵的东西，用过一阵子就换新的。但在台湾，他看到大家更注重物尽其用，这种生活态度让他很受触动。还有啊，我特别喜欢你们这边的人情味。易容继续说，像是便利店的店员每次都会说欢迎光临，谢谢惠顾，而且是发自内心的那种，这就是台湾最美的地方啦。阿冠温柔地说，虽然我们的工资可能比不上大陆的高薪，但是生活的幸福感却不一定比别人少。夕阳西下，淡水河的水面泛着金光。易容靠在阿冠肩上，心里突然很踏实。这段时间，他看到了很多感人的场景：清晨菜市场里菜贩和老奶奶讨价还价的温馨，下班时间便利店店员为加班族热便当的贴心，公车上老人摔倒，所有人都冲上去扶的热情。我决定了，易容突然说。决定什么？阿冠问。我想留在台湾，易容坚定地说。虽然这里的工资可能只有广州的一半，但是这里的生活更有人情味，更有品质。阿冠惊喜地看着他，真的吗？真的。易容点点头，我在广州的工作虽然收入不错，但是总觉得很空虚，每天都在想着怎么赚更多的钱，怎么买更贵的包包。但是来到这里，我发现原来生活可以这么简单美好。回到广州后，易容很快就辞掉了工作，开始申请赴台签证。她的决定让很多朋友都惊讶不已。天啊，你疯了吧？放着好好的工作不要去台湾干什么？闺蜜小美一脸不解地说。
是啊，你在抖音上粉丝那么多，收入那么好，干嘛要放弃啊？另一个朋友也说。但易容心意已决，其实啊，这段时间在台湾我悟到了很多。与其在这里追求物质生活，不如去过一种精神更富足的生活。可是台湾的工资那么低，房价也不便宜啊。闺蜜们还在劝她，但是你们知道吗？易容笑着说，在台湾医疗保险特别好，看病都不用花太多钱，而且那边的节奏慢，压力小，下班后还能有自己的生活。最重要的是，那边的人都很真诚友善。3个月后，易容终于办好了所有手续。临行前，她把自己的名牌包包都卖掉了。这些都是虚的。她说，到了台湾，我要过一种简单的生活。来到台湾后，易容和阿冠很快就注册结婚了。她在一家文创公司找到了工作，虽然工资只有在广州时的一半，但是她觉得很充实。现在的易容每天和阿冠一起骑单车上班，周末的时候两个人会去菜市场买菜，然后一起做饭，日子虽然普通，但是很温馨。你知道吗？有一天，易容对阿冠说，我发现我已经很久没有想着买名牌包包了。是哦，阿冠笑着说，因为你发现生活中有更重要的东西啦。易容点点头，在台湾，她学会了欣赏生活中的小确幸，巷口早餐店阿姨的笑容，邻居送来的自种水果，公车司机温柔的问候，这些点点滴滴都让她觉得无比幸福。现在的易容已经完全适应了台湾的生活，她还开了一个新的自媒体账号，专门分享台湾的人情味故事，让更多大陆的朋友们了解，其实生活不一定要靠物质来证明。这里的确是一个适合养老的地方呢，易容常常这样感叹。在这里，她找到了真正的幸福。这就是今天故事的全部啦。你们觉得易容的选择怎么样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丽姐哦，也别忘了点赞关注。丽姐会继续给大家带来更多暖心的故事。最后，丽姐想说，真正的幸福不是表面的光鲜亮丽，而是内心的充实。愿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方式。我们下个故事再见啦。